今天好吗？我是 Gabi。早安，你今天好吗？我是 Gabi。好，我先自我介绍一下。这里是 Gabi 抓了 B。Gabi 抓了 B 呢，是透过与线上直播的方式，那跟大家分享我每个月制作的音乐，那还有音乐制作的音乐的心理的背后的小故事。或者是当时候我的阶段，我正经历了什么？那希望这些故事也可以帮助你，在遇到相同的状况的时候呢，也可以去反思自己。我真的觉得我需要去打个草稿，我这介绍稿，我每次我都会卡，然后。我感冒了，所以今天会伴随着我的咳嗽声。我本来在犹豫说，我要不要录 podcast， 因为我真的是几乎，等一下我把那个 vocal 关掉 ，vocal 在哪里 ？vocal。音乐关小声一点，因为我平常是不太感冒的，真的是可能因为最近 Gabi 在搬家，所以可能也是适应环境吧，我不晓得，但就感冒了。
虽然感冒对别人来说不是就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对我来说是有点特别，因为我已经好几年没感冒了。我小时候很常生病啊，然后长大的时候，其实我的不舒服大部分都是偏压力方面的，然后身体不太感冒。那有时候我会把它看作就是因为适应新环境嘛，身体在调整。那这是有点严重，虽然不会到说很不舒服，但就是咳嗽咳到我真的仿佛觉得我的肺快要咳掉了。那今天就会有一点鼻音。好，那我今天开的这个 project 档案呢是Wait till you see me fly， 对 ，Waiting till you see me fly。那通常我现在在取歌名的时候，通常就是比较随性，因为它的歌词，然后比如说这首歌，还有想要表达。其实这首歌是自己在练习啦。你说上课，它是同样的一个课程嘛？那个步骤呢，也都是一样的嘛。不过呢，我这个人有一点叛逆，就是我不太喜欢照着老师，就是一直学同样的东西。这首歌呢，其实就是凭着自己的我喜欢的一首歌，但我想要写出那样的感觉，但我写出来跟那首歌完全不一样。因为那首歌原本是用同一段 vocal， 然后去写它的旋律，但是呢，我觉得现在对我来说 vocal 是觉得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我想要找喜欢的 vocal， 但 Splice 呢，就是我们音乐人上面就通常都会从 Splice 上面，它是一个软体，然后也是一个网页，那我们可以经由订阅的方式，然后去使用它上面的声音素材。那我现在发现，就是太多人用了，然后我用它的声音呢，很容易写出来的歌，我也会跟别人有相同类似的东西。不过呢，一开始我是没想那么多，因为你里面还是有很多东西可以用，只是看你自己怎么样去安排，以及对我来说，到现在了，每一首歌都是我不断在学习，然后练习，然后验证，然后把它整合。那这首歌呢，就是等于就是我学习自学制作音乐以来的现在，我每一个阶段，然后都会给自己凭着感觉，就是没有照本宣科的去把每一种技能或是方式都把它运用的出来只是凭着我喜欢那首歌，然后去把它建构出来。那建构的时候呢，之后就会有一些想法，然后就会慢慢的把它建构出来。我今天想要先跟你们介绍这首歌的一些我在里面放的东西。那这首歌呢，其实它有点像就一般的它不太像我以往的 techno、melodic techno 还有 trance 的
的方式。那这首歌呢，我前面把它弄个8拍，我是照着我的想法是用 DJ 可以接歌的方式去写这首歌，所以前后呢我都留了一些可以让 DJ 接拍的鼓点。对，就是这里。然后加了 sub。那这首歌呢，我还运用了那个反转的大鼓，就是让它的大鼓有一种收缩的感觉。我们单听这一个声音对吧？它这个声音如果加上鼓的话，就会变成这样，它就会有一种，就让那个鼓更明显啊，表示说这个地方呢，我要开始这样子。这首歌其实我是写的还蛮简单的，但就是我在练习着，我以前比较不会，我虽然知道，但是我不会加的东西，一些小细节。那其他的就是基本的架构，基本的架构我把它架出来之后，我再练习一些，还有一些过场。过场其实是我以前最应该说我知道要用，但是我很少去耐着性子去做。对，那我们来听这个过场，来听。这算是小过场，然后后来呢，我就在玩了一个，以前其实一首歌它基本结构最重要的就是它的过场。如果你过场过得很特别，那就会有记忆点。但以前我一直都没有去使用它。那我就在这首歌呢去练习了。我的过场在这哪里？这里来，我们来听我这次写的过场。对，就是这个我们单独听这个过场哦。对，这是指令。这也是我有参考一些 hard trance、hard techno 的过场，然后他这首过场我弄得比较重。其实我后来会选择写 techno， 是因为自己真的喜欢，然后特别喜欢这种。其实我是一个很害怕那种尖锐的声音的人。对，我以前觉得尖锐的声音我对声音很敏感，那太高频的东西我会很受不了。但我发现做声音设计这个东西啊，那些尖锐，所以需要把那些尖锐刺耳的东西频率消掉，那个高频就很好听。那 techno 一些像这种很特别的撕碎的声音啊，金属的声音啊，敲打的声音啊，刮啦、擦啦、拽啦，那种动作的声音，有没有？我觉得我特别喜欢扭转声音，它的声音是有生命的。我觉得这个声音，我后来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我才发现为什么我这么喜欢 techno。
那么 Techno 它其实它起源就是在地下铁工厂嘛。那我就会想说，工人在那种压抑的生长环境，然后可能会就是你为了生活工作嘛，那他是在那种环境下，那你其实跟我的后来的我的生活、我的选择、我的生长过程是蛮相近的。那我选择我在十几年前吧，十几年前还是20年，就我在制作摄影的时候，后来回家，回到彰化这个小地方，那时候是自己有一点没有办法适应台北的那种人跟人的步调，就是你需要很多的 energy， 你需要花很多的，就像一般的社会价值观一样，你需要很会social，很会聊天，那很会去表达自己，然后展现自己。那时候我发觉到自己的长处，就在那种环境下呢，我快速的要去展现自己。但是对于 I 人的我真的觉得，后来我觉得很累。对我来说了，要每天你就是要去不断的去表达自己啊，给予情绪价值。那件事情对我来说很累。本来摄影应该是一个很享受的工作，因为喜欢嘛。因为我觉得我还蛮喜欢，就是拍漂亮的照片，但是你需要跟很多人互动。但那一阵子，我觉得我还蛮痛苦的。然后住在一个跟朋友合租一个顶楼，那我甚至没有房间，我的房间是用衣架什么的围起来。那时候还蛮可怜。然后后来我就回家了嘛。那一开始我还蛮抗拒工厂这个工作的，对，没错，一开始我还蛮抗拒工厂这个工作，因为就是很单调，很规律，应该是说规律吗？很无聊，然后很辛苦。也没什么背景，没什么学历，没什么经历。一开始去呢，就是当就是很平凡的一些作业员。没错，那时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改变。我很冲击。我觉得为什么我那时候是这样想，我为什么但是没办法，我为什么就是从一个看起来还不错的工作，那也是自己热爱的工作，然后结果因为环境的关系，因为我自己个性的关系，结果我只能逃回家。然后家里呢，不像都市一样，工作呢全部都是工厂，
因为彰化是一个制造业的大城市嘛，大县，然后所有的工厂都在这里。你要活着，你就必须要，最好找的工作就是工厂。然后，其实很多媒体的业或是服务业，其实也没有那么的发展。对啊，那时候年纪小，你也没有什么经济的能力，那也住在家里比较方便嘛，比较省钱，所以就住在家里，对吧？后来就这样子做了，一开始我真的是很不习惯了。我那时候，我没有办法接受那些什么很知识化的或者一些不公平的对待。我没想到工厂的环境里面更是这样子。那待着久的人，他就可以肆意妄为的。我现在讲这个是没有任何情绪的，对。然后甚至你做得好，做得快，那还跟公司的文化有关系的。那一个公司它所里面的人，然后一些工作的模式，就会产生一种很奇妙的公司文化。那很多时候呢，事情在处理的方式呢，就比较不会是因为事情的对错，它会比较依照公司的文化。来去执行，倒也不是说，公司它有规定如此，但是你要在里面生活呢，你就必须要遵循着这一个不成文的规定。然后一开始我非常抗拒啊，甚至觉得很愤怒。非常愤怒，就压抑，但是你只能压抑。你为了赚钱嘛，我相信这都是很多，就是甚至现在，这是一般人的生活日常，这才是一般人生活的日常。对，你没有那么多真的刻意去做自己热爱的事情，那热爱的事情去当成工作，你也会变成制式化。就是之前我当去婚摄的时候，当拍照变成一种工作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一种模式。你有时候你头脑没有办法去思考，或者是这样说有点不好，但是比如说被拍者他就是来的客户，他可能条件没有那么好，那你拍摄你就会很挫折，然后就很自然的就会用一套，就是每个摄影师就会有一套自己制式的方式去拍摄。然后比如说哪一些 pose 啊，那些动作，那这是用在工作上都是一样的。可是我觉得工厂又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是，他把我待过还蛮多家的吧。那我唯一的感觉就是，他的生活，他的那种工作类型的模式呢，就会造成，这应该几乎也是台湾很多公司的常态吧。它就会造成，你的努力是不会被看见，你的努力只是让自己更辛苦，所以每个人说难听一点，就是在度日子，就是一天过着一天，然后我只要把钱有赚起来，我只要工作量有够，
然后我就可以开始。那对我来说，我觉得处理事情、解决问题，那时候对我来说是比较有动力的。我觉得我可以完成很多一些任务，然后 to do list 呢可以一一的打勾。我那时候对我来说是蛮有动力。那当时候年轻嘛，体力也比较好，常常就是我一直冲，我不知道怎么去节制、去分配。但这样子的个性让我在工厂里面生活很困难，以及你要跟一些前辈，你看不惯的地方，但不行，你还是得，我觉得这东西对很多人来说就是这很正常啊，但对我来说，我实在不能够容忍，我实在不能接受自己这样子，我很痛苦，我非常痛苦，但是为了生活，我还是要继续。然后甚至一些很丑陋黑暗面，然后我这样讲会不会把那些公司好像污名化？但事实上这就是生活的黑暗面嘛。我觉得人生就是它没有那么完美呢。我现在也非常接受那些黑暗面。我觉得这些经历反而让我可以成为我在创造之后的我。也是因为这些经历，我现在才明白说，原来我这种过程，然后甚至到现在，我在工厂已经行走多年了嘛，我还到目前为止，我还是不太能够适应那种的，我还是没有办法接受。不过呢，我现在发觉我自己可以用一种另外的方式，比较柔软的方式去看待这些事情。对，于是呢，得以生存。这每个人都会有一个生存方式嘛。那对我来说，这就是我的生活啊。生活的方式，我们活下来的方式嘛。那我必须要有一份薪水来去支撑我去做任何事，这是很再正常不过的事。只不过我在这种日常呢，我继续做音乐，去寻找我想要做的事。那这也是我想要分享给大家，就不管你现在在身处何处，或者是做什么，那我觉得不是每一个环境都是适合我们，但是不要去放弃，持续去寻找自己，去认识自己和喜欢的事情。环境没有办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去钻研你喜欢的事物，去探讨自己，了解自己之后，你会发现，原来自己想要做的是什么。那持续的去学习，持续的去耕耘，就去为自己去维持一些输入与输出。那我相信，不管是什么经验，不管你现在在从事什么工作，它都可能会成为你未来你想要做的创作的一种养分。
那对我来说，工厂这个经验呢，它也是原来是成为我创作的养分。我不知道啊，最近写这些歌的时候，就会很明显感受到，跟我的歌曲是息息相关。然后每次在写的歌的时候，上个 podcast 嘛，上一集 podcast 我就跟大家分享说，我公司火灾，有一场火灾。然后就把一栋楼烧光了，然后之后呢，因为我所属的部门那边就虽然没有烧，但是呢，就是会影响到一些排水啊、用电的方便。影响，那于是呢，公司就安排说，我们就需要到分公司先上班，也有部分的还留在原本的地方这样。然后呢，我就必须要到分公司去上班嘛。那一开始不太适应，因为要去到很远，我每天当趟通勤的话就要1个小时，那来回就是2个小时，然后又非常的远，但你也没有办法，你也只能先配合嘛，因为也没有别的选择，对啊，你原本的地方也没有地方可以工作啊。于是呢，我们就花了大概1个礼拜的时间，把所有的东西都搬到分公司。那分公司文化又会不一样。即使你在原本的公司里面，你不管你的能力多好，你的专业性多好，但它等于就是你换了一个公司，你从头开始。那既定工厂既定的文化，不一定是工厂啊，公司既定的文化，你去到一个新环境，他们一定都会有当地人，就是原本公司里面的一些头嘛，或者是侵略性。我觉得人也有一种占据地盘的那种特性，就是他会认为自己在这里，对，我已经守住这里了，那不管是谁来，他都会有一些我可以感受到了。那对于那些比较不敏感的人，可能就不会感受的这么多。但这也不是说不好，因为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如果你在一个地方工作很久，那你突然来了很多，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觉得说教学相长，那就是大家一起互动，反而会进步得更快。一开始我发现人的反应就很奇妙，一开始都是会先看，你要干嘛？你来会不会对我造成威胁？这是很正常的反应。那于是呢，不管你是有多久、多大的经历，你都要从另外一个地方从零开始。那我觉得，对以前人来说，这件事情很困难，因为我觉得我以前就是比较对事不对人，就是我只问事情就是正不正确，但我忘记了人性。那在职场打混了这么多年之后，应该说不是我妥协的个性，而是
我觉得我在探讨自己以及制作音乐之后呢，经过这一些历练，让我很用一种比较轻松的态度去看待这事。终于啊，对啊，在过去呢，我还是一直想不开，就觉得世间为什么明明你做的是对的，但为什么这么不开心？全世界人都觉得都在用不好的方式，然后我认为不对的态度去做事情，但是只有你做对，你明明是做对的，但是为什么会这么不开心？因为公司文化嘛，因为我就是要偷懒嘛，因为大家要偷懒嘛，你不偷懒，那你就会变成是错的，这只是集体共识的一种不成文的法则。当然也不是说我比较认真，现在反而对我来说，能否完成我想要完成的任务，对我来说是比较重要的。我只能着手自己能完成。那说了这么多，也不是污名化工厂的生活状态、生活的那种体系，只是我突然发现，这种的经历让我在写 techno 的时候非常的好用。我甚至觉得，一般人我们的愤怒、我们的叛逆、我们的情绪，有情绪不好的情绪，生气，好像都被定义成不好的、不可以的。那以前我都会指责自己，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情绪？那现在发现，原来这些情绪，它也是创作的一部分。我发现，在创作里面，这些情绪是很好发挥的东西，它是被允许的。那我觉得这也是跟在探讨心灵健康的时候，我觉得是非常适合的。对我来说，现在你的情绪，每一种情绪你都必须要被接住嘛，因为你的情绪它不会消失，它会留在你的身体。那不只是我们积极的、开朗的，或是正面的，当然还有我们一些比较不好的情绪，比如说愤怒、不公、抗议、委屈，以及我叛逆，你叫我这样做，我就偏不要，这种的情绪，以前一般来说大家都会需要你压抑这些东西，但事实上呢，我发现在作品里面，我可以尽情的去抒发。那这首歌，我本来在写的时候，我没有想那么多，后来我才想到，我才惊觉到说，对，原来这是愤怒，然后表达不满的一种管道。但这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发现新大陆啊，因为原来以前我认为那些不好的情绪我会习惯压抑嘛，那现在原来是我可以把它释放出来，那用另外一种方式去表达，然后才发现说，这样反而作品比较有个性。
你一首歌你不可能全部都是很美好的啊，美好的世界，这世界就不是这样啊。所以它承载着一些我叛逆还有愤怒的一些元素，我才发现说，这个过门是为什么？是我想要挑战自己，我想要把我自己内心的一些情绪发泄出来，然后才让我认识到我自己的愤怒，对待事情，对待我生活里面的一些不公平以及无奈。然后这首歌其实是小品啊，那在上次录 podcast 完之后就写了，那它是一个小品。那其实这2天我也有写了一首新歌，是我在搬到新的环境之后，我后来一开始抗拒，然后到最后我发现这原来是老天爷的馈赠，是一个礼物。那现在还在感受它。那我新的这一首歌，虽然我把它发表了，如果有看我最近的动态，应该知道我昨天把它发表了。但是我认为它里面的细节我还没有修，因为我现在回家，现在家里算是我的工作室嘛。那我的 podcast 呢，跟音乐制作就是会留在家里才开始做。那其余的呢，我就会在新的住所，然后去沉淀，去找灵感，去生活。所以现在生活就是不会随时的一直创作。那一有时间再回到家里呢，我就会想要把我的想法呢，尽可能的先把它完成比较多的步骤，这样子所以昨天那首歌就把它写出来。那我希望那首歌到时候再跟大家分享，先预告一下。那如果想要听这首歌呢，也可以到我的那个会员，我们的秘密基地咖啡爪那边秘密基地里面去听，它都是免费的。然后我在 Podcast 没有发表的，都会先放在上面，那你们可以去听我的新作品。那首歌后来也是结合基于我们现在这首歌 Wait till you see me fly， 就是等你看见我飞翔，这首歌之后的作品。也是因为现在这首歌呢，我后来那首歌才开始运用到我一直都没有再去写的一些过场。然后我发现后来自己写的歌之前过场都还是有点卡卡的，目前也是了。但我觉得我的曲子有在变化。在我写歌的时候，以前可能比较顺，然后可能就是顺的过去。那现在会想要段落跟段落差别比较大，这样子才会，我觉得。然后差别大呢，你要怎么样把这个 part 过渡到另外一个不同类型的声音，就需要比较顺畅的过场。那我最近注意到这件事情，然后也在尝试的去学习制作。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我觉得人呢，就算我不是你过的什么样的生活，而是在转变的时候，你怎么样让自己就是很顺的转过去。转化这一个能力
那如果你学会了怎么样去度过这个过程呢，你就会很顺利。怎么说呢？像我接收到一开始也通勤的时间这么长，我也不知道怎么办，然后一开始很抗拒。那新环境呢，都不比以往的就是便利，你习惯了嘛，一个模式。但改变是一定是必要的嘛。那在改变的时候，你怎么样去？一开始以前我会就是别人给我什么，然后我就就着用，我就适应什么。但最近，比如说写歌或者是工作方面，反而我会想说，在这样子的条件环境下呢，有什么是我可以去改变的？我把不方便变成方便，把不适合自己的变成适合自己的呢？那这就是这个过程，我怎么样去把它变成我的样子？后来才发现说，每一个改变一定是不舒服的，但是你如何在这个改变的交接的这个地方呢，把它变成属于你的方式？那你的那一些不方便，那一些不舒服的地方，就变成让你非常舒适的地方，这样不就不会那么痛苦吗？我觉得接受一件事情，不是一定要把它改变，而是你怎么样去利用这一些不一样的地方，然后享受它。这也是一种跳脱框架的一种运用在我生活上面的一种方法。那它帮助我过渡了这一段，一般人没有办法，可能只会接受会不舒服的过渡时期。那我知道一般人他们解决的方法就是顺从，对，就是接受，但是心里是万般的不愿意，然后会有很多的抱怨。那我会把它提出来，是因为我发现我用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以前我也是跟大家一样，就是接受了，然后心里有很多的怨气，但是我没有办法抵抗，我没有办法去抗拒，要不然就是离开而已。那以前或许就是会选择好，让我放弃，我再寻找一个新的地方、新的公司。那这次呢，我没有打算抵抗它。这次我用的方式反而是顺着它走，然后把一些我可以用的资讯全部收集起来，我可以用的资源全部收集起来，变成我舒适的方式。那就像现在，如果我没有这样想，我怎么会知道说，我以前一直在想说，我工作跟生活，我创作跟生活都是一起的，那我没有办法把生活跟创作分开。那我可能需要一个空间，好让我就是回来的时候，我就是工作，就是做创作的方式，我自己想要做的。然后生活就好好生活，吃饭就好好吃饭，不要一直边吃着，然后还边写歌。后来现在这一个机会，反而就让我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就是让工作跟生活分开。那平常可能我就在新的住所，然后简单的住所里面呢，去生活。我现在住在公司的宿舍，那边呢，我刻意没有让自己放很多的
东西，可能就是一些简单的棉被、枕头，然后可能一台笔电，就没了。然后当然还有一些衣服，我不打算让那边的资源就是拥有很多，那加上住所也是离市区很远，刚好很适合我爱人一个人独处，因为我只要有食物有冷气，我就可以在家里待很久。而且我觉得在那里，我现在住了1个礼拜吧。我觉得还蛮适合我的，只是一开始还是会觉得不方便，但不方便反而，其实我回来的时候我才想说，其实我原本住的地方，我要买东西也是蛮远的，其实没有什么差。只是人的密度不一样，可能这边的密度比较高，那公司那边呢，就真的就是晚上的时候，有时候安静的像全世界只剩下你一个人一样，那很多人真的会不习惯了。当我把它换个另外一个方式去想，我突然觉得这真的是超适合我的，适合我修炼的地方。我可以在那里看着天空，甚至因为我刚开始搬过去的时候，我是用车子载过去嘛，然后我就顺便把我的公路车载过去，脚踏车。那前1个礼拜呢，我就没有方便的摩托车、机车使用，所以我要买东西，我都是骑着我的公路车。虽然有一点突兀，因为的确是蛮远的，甚至那边的外劳移工呢，这都有摩托车，我却一个台湾人，然后在那个工业区里面骑着脚踏车，看起来还蛮突兀的。可是我发现我们还蛮享受这样子的过程，然后我就会想说，或许这也是一个好机会，我可以在那里锻炼一下我尘封已久的身体。不过呢，这礼拜我又把我的摩托车就换过去了，就是把车子放回家里。享受到了机车的便利性。对啊，我觉得就是之后就是自律了。那我是在感受这个变化，然后学习怎么样去这个转变的过程，把它转变得更舒服顺畅。希望这个体验呢，可以分享给大家。我今天的 podcast 今天跟大家聊的呢，就是比较日常。很谢谢你们体谅我。没有你们现在有感冒，那希望大家就是不好意思。但我觉得我已经为了维持，上次说了嘛，我想要维持我每个月创作还有去输出的习惯，所以我会觉得时间到了，我就开麦，然后陪大家，顺便跟大家聊聊我的近况。那如果你喜欢我的方式，这样的方式跟你聊天呢，那就无聊的时候，就是一个人的时候，陪伴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可以听一听，听听我最近。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今天比较算小品，这首歌也算是小品吧，对啊。那等最近也是刚换新环境嘛，然后我也在抓这个创作的节奏。
所以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那我觉得每一个改变，抗拒一定是会不舒服的啦，改变一定是不舒服的。那如果你能有一个可以把改变变成舒服状态的能力的话，那你就不会怕改变，是吧？你因为这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改变，不是吗？你没有办法改变，你只能接受。那你能改变是什么？那就是接受它，在里面找到让你可以愉快顺流而上，你就会发现原来它是个礼物。我非常感谢，也珍惜这个机会，原来我得到了很大的帮助。好，希望今天这一集呢，可以帮助你们改变你们看待一些突如其来的一些变化呢，能有所帮助。那祝福你们也在自己的领域里面，自己想做的事情或是生活里面，然后拥有一个可以为自己创造的能力，然后允许自己的任何情绪。好，那谢谢你们今天听咖比，那我们下次见喽。感冒真是，我感冒今天就到这里了。对你们说声抱歉，今天声音状况不是很好。期待下次回来跟你分享咖比最近的状况。祝你们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Started. I'm in it.
till you see me flame.